陛下，臣今日愿上交兵权，只求和陛下换一样东西。末将愿以10年血战，收复3州千里河山，斩将夺旗，无数之功勋。恳请陛下为家父穆恒平反昭雪，还他一身清白。孟长英，你刚立战功，朕念你年轻气盛，一时糊涂。你方才所言，朕全当没听见。退下，此事休要再提。陛下，夫冤不许，微臣万死不敢退。此乃末将戎马半生唯一所求，请圣上明鉴。放肆！来人，将这个狂悖之徒拿下！住手！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把武器放下！这是金銮殿。将军，恕末将抗命。我等追随将军出生入死，为的是保家安民，护我山河。将军蒙冤受辱，我等怎能坐视不理？今日便是血溅五部，也休想有人动将军分毫。誓死护卫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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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孟将军，您听到了吗？殿外万千将士都愿意追随您孟将军啊！放肆！总管，总管，不好了！总管，什么事儿？慢慢说。穆家后人就是孟长英孟将军，正在金銮殿上以军功替穆帅和前皇后平反呢。你是说，长英将军在陛下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？正是。长英将军，他是死罪难逃了。你速去西厂找提督大人，请他速来见我。是，不可造次，全都给我退下！将军，就连我的话，你们难道是不听了吗？别忘了，你们是新出的将士，不是我孟长英的私兵。求圣上开恩，彻查旧案，还忠良一个公道！彻查旧案，还忠良一个公道！还忠良一个公道！还忠良一个公道！众将士听令，撤出京师，退兵30里。好一个誓死追随，好一个肝脑涂地呀！孟长英，朕倒真是小瞧你了。看来北疆居民只知有你，并非虚言。当年朕诛了穆氏9族，你更名改姓，苟且至今。如今这西楚到底姓齐还是姓穆？陛下，若家父真是叛徒，那我这些年收复的山河算什么？战死8万将士算什么？还有那些驻守边关的30万平民，他们的身家算什么？放肆！还不将这个抗旨不遵、意图逼宫的逆贼拿下，就地格杀！陛下，刀下留人！御前大总管乔松以死为鉴，为我写书一封，望陛下开恩，饶孟小将军一命。皇后娘娘谋划了这么久，老奴终于能来伺候您了。胡闹！圣上，孟小将军这几年来收复失地12城，斩敌首级逾万，此等战功岂能轻辱啊！若斩杀功臣，令边疆战士寒心，恐生变故啊！功是功，过是过。他穆氏谋逆在前，他挟宫逼宫在后，功过岂能相抵？朕念你年迈昏聩，退下。若再如此，同罪论处。皇上明鉴，当年穆家军镇守北疆20载，突厥闻风丧胆。如今其女继承父志，再立不世之功，这般忠烈之家怎会是叛臣？穆恒勾结突厥，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，怎容你等妄议？臣愿以乌纱还孟小将军一命。臣附议。反了，
全反了！你们一个个是要逼死朕吗？臣等不敢，只为江山社稷不清，为忠义正道不灭，死谏请命！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小姐，就这样算了吗？这次没成功，我就换条路走。父亲的清白，我孟长英用命去拼也要拼回来。子清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只要他还活在这世上，只要他记得慕允河，我总会找到他的。云河，10年了，你会怪我没去与你相认吗？但我要做的事太过凶险，我不敢让你参与其中。长英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来，坐下来休息休息。今天呐，辛苦了。你说你呀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也不知道提前捎个信儿回来，家里给你准备准备，接风洗尘。是啊，大姐姐，母亲听说你凯旋，心里欢喜的不得了，日日盼着你呢。啊，刘嬷嬷，快去把府里上好的茶叶拿过来给大姐姐沏上。是，拿壶好茶，家好些。长英呐，为娘听说打了胜仗的将军都有黄金万两赏赐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呐！这些年你在外征战，开销甚大，这黄金白银，母亲，这边关尸骨未寒，将士血染沙场，长英眼中只有军旗不倒，山河无恙。此等黄白之物，何足挂齿？你这孩子怎么如此死脑筋？这难道是为了我自己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是啊，大姐姐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母亲养育我们这些年已经很是艰难了。现在你有机会反哺母亲，你怎么能不要这黄金呢？妹妹倒是心细，不如妹妹就把你这钗子卖了，补贴家用，也算圆了妹妹一片孝心。我不，孟长英，你怎么就盯着妹妹这点东西？圣旨到！长英啊，圣上的恩赐哪轮得到你拒绝呀？若是早些带过来，何必劳烦公公走这一趟呢？孟长英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孟长英恃功自傲，御前失仪，即收回兵符，贬为庶人，再不得入朝为官。钦此。孟氏啊，快接旨谢恩吧。罪臣孟长英接旨。嘿，走。呀，你这个丧门星啊！当年就不应该听孟良德的收留你，不仅丢了官帽，还被贬成了庶民。你要害得我们孟家满门抄斩才甘心吗？孟家完了，全都完了！孟长英，这下你真的成我们孟府的累赘了。一个白氏，还想在孟府白吃白喝不成？母亲，侄子生变，正事要紧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捆起来！王怀若，你想干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送你到该去的地方。亲事我已经替你定下了，现今你贬成了庶人，嫁给尚书家的庶子，是你天大的造化。我现在是庶人又如何？我孟长英的骨头还没软到任人搓圆捏扁，要不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容你们几分。当真以为我是泥塑的菩萨呀？闭嘴！这还有你的选择吗？能攀上户部尚书，你爹才能升官有望，你妹妹说不准还能嫁入皇家。母亲说的对，孟长英，你就乖乖认命吧。现在这是你唯一能为孟府做点贡献的地方了。茶来了，谁让你上来的？孟长英，母亲，这事得快，父亲嫔妃很快就回来了，我怕他回来心软，恐怕要生事啊。今晚就要送入赵府，等木已成舟，孟良德回来又如何？他还能跟户部尚书对着干不成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捆结实！今晚就送入赵府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
还怕他敢不从？找死！反了你了！孟长英，你竟敢伤了母亲！回去转告他们，若想联姻，让他亲自提着聘礼来见我，前提是他儿子还有命取。小姐，赵家那个废物常宿在醉春阁，他们这是要把您往火坑里推啊！你说这世间还有什么火坑能烫得过忠良谷上的污名？走吧，去看看祖父留给我的如意坊。你凭什么说这镯子不是你们家的？小的在店内10余年，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经小的手验过，你这手镯的品质绝非是本地的物品，且无凭无据的，小的实在没法给你换。说换就得换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把你们当家的给我叫出来！曼儿小姐，线下的掌柜不在，别搭理他，他这人脑子不活泛，我来给你换。不可，莫二小姐，我知道你和我们掌柜的关系匪浅，但是什么呀？但是掌柜的回来了，照样给曼儿小姐置换，管这些干啥呀？不行，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，你们拿莫二小姐置换的次品卖给其他客人，我绝对不允许如意坊的名誉再受损。你这个人话怎么这么多呀？孟瑶琼，你这副嘴脸真令人作呕。放开我！什么时候顺便也能逛你们如意坊了？身手不错嘛，走，我们到一旁喝茶，顺便看一场戏。孟长英，你这个捡来的野种，竟然敢这么对我！哎呀，曼儿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哪来的下作东西，敢冲撞贵人，还不快！敢对我们家小姐无礼！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正是如意坊的大东家？大东家？什么？大东家？你是说大东家？孟长英，怕不是在军营里待傻了吧？你知道东家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这泼妇，怎么这般胡搅蛮缠？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，赶紧滚！看来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。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竟敢在如意坊闹事？掌柜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这泼妇不仅打人，还冒充咱们大东家呀！敢在如意坊动手打人，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去叫巡防营的人过来。王掌柜，你好好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星河如意令，不可能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，连同这个假令牌一同送去官府。我要亲眼看着他千刀万剐。王掌柜，你入行37年，做到如意坊掌柜也有10年。商行万货志第3卷第7章中记载星河如意令的鉴真之法，你可还记得？自然记得。将七曜石粉末撒入令牌如字第2笔处，若令牌为真，七曜粉将自行融入金线，形如北斗。王掌柜，好记性。巧了，我这里刚好有一瓶七曜粉，你可敢一？王掌柜，这贱人最善蛊惑人心，他这是在诈您。你们连试都没试就说是假的，怕不是心虚？你的东西我可不敢信。去，把店里的七曜粉和刀一并拿来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不如我们在此立下赌约，若此令牌为真，我不仅退出如意坊，并且自断3指，以此赎罪。若此令牌为假，我要你以死谢罪。王掌柜，废话少说，验吧。什么情况？变了没？这是假的吧？啊，这令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吧？是假的就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把他抓起来，当棍打死。急什么？七曜石遇真金，需3息融合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哪有变化？哎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。哎呦，
看着这么神奇，大家看清楚了，真的呀！啊，真有反应了！真是真的呀！肯定是反应了！真是真的呀！肯定是真的！大东家饶命！大东家饶命啊！我执掌如意坊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大东家饶命啊！现在就知道求饶了。大东家，以3指为誓，是你自己立的誓，还不快滚！大东家饶命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罪该万死。现在叫大东家，怕不是晚了？我从前执掌3军之时，最讨厌的就是2种人，第一种就是欺下媚上的蠢虫，第二种就是仗势欺人的狂徒。还不快滚！从即日起，你就是如意坊的新长官。多谢大当家信任。不用推辞，如意坊重新招募人手，凡狗仗人势者绝不录用。小的定不辱使命。像这样的人，替我招待一下吧。莫尔小姐，本店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即日起，本店将重新关门盘点，改日重新营业，欢迎诸位客官大驾光临。大当家，小的这就去写招募启事。去吧。是。孟长英，孟家的产业何时由你当家做主？小心我告诉爹爹，让爹爹上家法。这如意坊姓穆不姓孟，官家都有行文，你可自行查证。孟长英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且等着吧。等你嫁给了赵自得，我看你怎么哭。你这如意坊早晚被这个纨绔败个精光。让开！小姐，那是在金銮殿上替您说话的西厂提督南时寻。西厂提督应是知道宫中的不少秘闻，我又如何才能套取消息，为父亲平反呢？严贵妃宫里的嬷嬷送来帖子，说是什么傅师宴，还特意提出让孟长英前往。难道说想让她做大皇子妃？娘，他竟敢当街羞辱我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去宴会出风头。孟长英，3日后严贵妃设宴，特邀你前去。不过妹妹还是劝你一句，在孟府当个缩头乌龟的好，免得出去丢个孟府的脸。妹妹放心，姐姐一定去。小姐，娘，那就让她去，想办法让她在大皇子面前出丑，趁机治一治她，好让咱娘儿俩心头这口恶气。小姐，不能去啊！你刚刚被贬为庶人，严贵妃就下了帖子，指明让您前往，这摆明是鸿门宴呐！是也不怕，这是个好机会。那好吧，那就让他去，既能看清京城内的局势，或许还能找到当年诬陷父亲的一些蛛丝马迹。届时咱们姐妹2人一同前往。恭迎老爷回府。老爷，爹，我不在府中，你竟然敢拿长英的婚事做法子？那赵自得是什么货色？京城谁人不知？可你为了贪腐祸不尚书，连我孟家的女儿、北疆的功臣都敢往火坑里面推。老爷，王怀若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长英是我恩人的女儿，你若再敢把那些肮脏算计打到她身上，别怪我休了你！哼！娘，放心，爹尚未回府，便已听说了此事，于是先去赵家把婚帮你给退了。这赵家本不同意啊，你也知道，爹乃武将，最烦那些文臣唧唧歪歪的，把刀往赵尚书面前一拍，他们也就不敢说话了。还是爹威武。爹还不知道你那脾气，我是怕赵尚书的儿子命不长。行了，我先去换衣服，晚上咱爷俩喝2杯。好，爹快去。还是老爷心疼小姐。孟长英，主子，有线索了。当年穆家军中还有1人侥幸逃离，此人沉寂多年，如今终于露头了。此刻正在西街的地下赌坊里。能从圣上的旨意下逃脱，或许他就是当年陷害母后和穆将军之人。他一个东躲西藏的鼠辈，难道真的能够扳倒皇后娘娘和大将军？当然不能，他背后肯定有更强大的主子。主子，属下这就将他捉拿，严刑拷问。哎，
不急，让他活着，放长线才能钓出更大的鱼。对了，赌坊内的真账本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探查的种种迹象都表明，这个赌坊背后真正的大东家和大皇子有关。大皇子？3日后的试验不是在天满楼举办吗？到时候大皇子府空虚，正是查账的好时机。母妃，这盛世滋味太怪异了。子颂，你的生母临常在，被打入冷宫，恩宠不在。你现在是本宫的儿子，母子一心，本宫喜欢的儿子应该也喜欢。儿臣明白。娘娘，梦里赵等世家都接了帖子，只是南大人说，南大人说西厂公务繁忙，无暇赴宴。母妃，好个南世勋，敢驳母妃面子。无妨，本就是为了扰乱他们对赌坊的探查。赌坊那边如何了？昨日又奉命抓走了3个管事，现在只剩下西街那一处了。东西处置的如何？母妃放心，儿臣已经带回府内安置妥当，保证了他们无计可查。那就好。子颂，当务之急是要将孟长英握在我们的手中。可他生父毕竟是通敌叛国的罪臣，我明目张胆拉拢，会不会？圣上贬他为庶人，却未赶尽杀绝。北疆的将士仍唤他少将军，边关百姓哪个不念穆将军的情？子颂想要成为储君，兵权才是最重要的。子颂啊，你好好想想，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，我们出面庇护，在圣上的眼里反倒是替他分忧，也不用多高的位子，良缘之位足矣。儿臣明白，儿臣这就去准备聘礼。届时母妃懿旨在上，就由不得他孟长英答不答应。待婚事落定，西楚军心自会归顺，到时无论是南池巡还是其他人，都不足为惧。一会儿把这些倒在孟长英的杯子里，听到没有？啊，是。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孟长英，你害得我被爹爹责罚整整3天，今日我定要你在众人面前身败名裂，这辈子只能和赵自德绑在一起。本宫举办诗会，大家不必拘礼，都坐吧。快说，方案摆在哪儿？主子，属下带人摸排了大皇子府，可惜并没有找到什么有关赌坊的证据。看看这个，这是西街赌坊的赌签。主子，您是从哪儿得到的？在大皇子府东北角偏殿的淤泥里找的。主子，您已经提前去过一趟了，我们找得不够仔细。藏得如此隐蔽，大皇子怕是难逃干系。不过这大皇子现在养在严贵妃膝下，就算咱们西厂查出了什么，牵涉其中，这严贵妃她也会全力保住大皇子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如今陛下子嗣凋零，大皇子是最有可能继承大统的。严贵妃无论如何都会保全他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天家无情，亲子都能舍弃，别说是个养子。继续调查，你亲自去孟小姐那里盯着，若有情况随时来。大皇子开赌坊，有点意思。孟长英，一会儿没人愿意与你对诗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本皇子愿与孟姑娘对诗一首。大皇子竟然要与孟姑娘对诗，他一个沙场粗鄙之人，怕是半点文墨都不通吧？孟姑娘若是对不出来，怕是无颜见人了吧？还是回边疆做个草莽吧。原本还想着怎么让他难堪，如今得罪了大皇子，看他怎么办。殿下如此雅兴，民女奉陪。那本皇子便抛砖引玉，金戈铁马踏山河，巾帼何曾让须眉。诗书未读尽风流，见风亦可写春秋。他真的对出来了，
孟二小姐竟敢在我们面前胡乱编排！你这剑锋写春秋一句，把我等都比下去了。这下贵妃娘娘怕不是只主意孟小姐了，我们都成陪衬了。好词，那本皇子再问：红妆未改凌云志，可愿深闺锁凤鸾？九天凤鸣，非无不期。殿下何必自取其辱？哈哈哈，好一个孟大小姐！母妃今日儿臣方知何为真正的巾帼之姿，恳请母妃为儿臣与孟姑娘赐婚。什么？赐婚？赐婚？小姐，他们这是要逼您呢。主子，您这么着急去哪儿？西街赌坊下面发现密道，不是让你去天满楼盯着吗？是，大皇子正在天满楼求娶孟大小姐，事发突然，我才回来禀报，该如何应对？你带人去西街赌坊，切记务必将那些暗道摸清楚。跟我来。你去备马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要到天满楼。孟姑娘虽遭贬黜，但昔日护国之功不可磨灭。本皇子愿以良缘之位相待，寄全皇家抚恤功臣之心，也遂子颂仰慕之意。殿下厚爱，臣愧不敢当。如今已是戴罪之身，实在不敢玷污皇子府门楣。本皇子仰慕姑娘已久，是真心想娶你。不必。温姑娘过谦了，圣上留姑娘一命，乃是念及旧情。莫不是姑娘看不上这良缘之位，想要更多？是啊，大姐姐，你就应了吧，这般天大的福分，旁人求都求不来呢。怎么，孟姑娘平日里接惯了虎符，不愿接本宫这红妆一指了？还是说姑娘心中已有他人？贵妃娘娘言重了，娘娘赐婚，民女怎敢不从？只是方才天降婚谕，民女一时惶恐，还望娘娘恕罪。臣女自罚一杯，向殿下和贵妃娘娘赔罪。孟姑娘知道就好，在这深宫之中，审时度势者多，可能认清局势者却很少。本宫相信孟姑娘是清醒之人。母妃说的是，我与孟姑娘的婚事既已定下，日后……姑娘好像旧疾复发了，大姐姐，你身体不适，可要传太医啊。不必，民女房间有药，民女去厢房歇息片刻便好。小春，既是旧疾，大姐姐房中定有疗伤的药物，还不快去取？是。秋梅，快把长姐扶到厢房中休息。孟长英，就凭你还想当皇子良院？这可是上等的合欢伞，你就等着和赵自德一起身败名裂吧。大小姐，你可千万别怪我，要怪就怪您碍着二小姐的眼了。你好生歇着，一会儿赵公子就来照顾你。主子，孟大小姐被孟家二小姐下药了，现在西厢房。这有我，听紧了。是。谁敢动她？谁敢动她？你怎么？你主子的福气还是留给你自己消受吧。提督大人，怎么是你？你们西厂的人连我们女眷更衣休息也要管吗？他们对你下药了？不劳你费心，下药之人已自食恶果的。做这么一出戏，你是想借孟家丑闻拒婚，倒是一记险招。不过孟大小姐就不怕有损自己的名声吗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提督大人对我这么关心，是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孟大小姐，或许我们可以合作。我的事我自己清楚。若你想帮我，一会儿就说没见过我。慕云河已经认不出我了，也罢，若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宁愿强取豪夺，也绝不会让任何人利用你。贵妃娘娘，殿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刚刚去房中看望姐姐，却在房中听到了男人的声音，他们在行苟且之事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行此龌龊之事！来人呐，带领本宫去西院看看。贵妃娘
娘娘明鉴，我想大姐姐她可能只是一时糊涂。住口！还未见到人就敢信口雌黄，这便是你孟府的规矩。今日不论是谁秽乱宴饮，本宫必严惩。去，把门给我踹开！贵妃娘娘，大皇子殿下救我，这汉服要还我清白。成何体统？去把人给我拖出来！孟长英，没想到你真是这么饥不择食的贱人，我们孟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秀美，怎么是你啊？公子，这个贱婢，居然还想占本少爷的便宜！娘娘，这汉服企图侵害臣子，还望娘娘为臣做主，赐死这个贱妇。诸位这是在做什么？好生热闹啊！我可是错过了什么好戏？孟长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什么？哦，妹妹难道看到我安然无恙，很失望？我倒是好奇，孟二小姐觉得孟大小姐现在应该是什么模样？南大人怎么来了？听闻天满楼有人要主持公道，正巧本都就在附近吃茶。南大人倒是消息灵通，身手矫健。南大人，这个贱婢要害我，请南大人为我做主。贵妃娘娘，大皇子殿下，赵小公子虽然顽劣，但是今日之事若没个说法，吏部尚书那边怕是不会轻易放过。来人，给本宫查，到底是谁胆敢在本宫的宴会上设局？二小姐救我！住口！你这个贱婢，看你做的丑事！娘娘，请你明鉴啊！奴婢不敢撒谎，是二小姐让奴婢去给赵公子递信，说孟大小姐约他在此私会。你给我闭嘴！竟敢污蔑主子！来人，把这贱婢给我拖下去，好好查证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贵妃娘娘，如今孟家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实在是有辱皇家颜面，还请贵妃娘娘收回赐婚承诺。是你故意假装中计，好一招请君入瓮，既除了我，又毁了这门婚约。孟长英，你好狠毒的心思！妹妹，你可知箭矢为何总能中地？是因为拉弓之人从来不会看错自己的靶子。还请贵妃娘娘收回成命。孟二小姐竟给自家姐妹下药，可见孟家家风真是令人不齿。孟家出了这种暗杂事，我看孟大小姐和大皇子的婚事怕是不成了。母妃，孟姑娘这是何意？本宫既已开口，岂有说收回就收回的道理？孟长英，你莫不是以为本皇子的婚事是儿戏？贵妃娘娘执意如此，是不把我西楚国律法放在眼里，且此事若不严惩，日后若人人效仿，皇家威严何在？就是这贱人差点害惨我，必须严惩。本宫何时说不严惩？只不过这孟二小姐犯的错，何必牵扯到孟家其他人？你既然这么喜欢下药，本宫就将你指婚给提督大人做对食吧。想必西厂的规矩更适合孟二小姐。娘娘这是要给我西厂送人头？我嫁给一个阉人？不，我不要。怎么，南大人是怨本宫乱点了鸳鸯谱，不愿接旨吗？谢贵妃娘娘赐婚，不如两桩婚事同时举行，双喜临门，刚好也让全天下人看看皇家是如何厚待功臣。南诗雪，你放肆！你的婚事也敢与本皇子相提并论？大皇子息怒，本都的婚事自然是不能与您相提并论。不过贵妃娘娘金口玉言赐的婚，若草草了事，岂不显得皇家儿戏？好，就依你。您贵为提督大人，怎能娶那等蛇蝎女子啊？孟瑶琼的野心可不在西厂。您是说她想嫁皇子，可如今嫁入大皇子府的可是孟大小姐？派人盯着孟瑶琼，严禁拦想塞人，我就顺着她的意。但是要娶谁，得由我自己来定。大婚当日，红轿抬错人，拜错堂。你说，棋子宋掀开盖头，发现自己的新娘变了的表情，该有多精彩？哼，在孟府不是有一个受你恩惠的人吗？我记得是叫刘嬷嬷，你去把她叫来。是。娘亲，那孟长英把我们害惨
如今竟然还让我嫁给那个阉人蓝诗雪，他连个男人都不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苦命的女儿啊！夫人、小姐，您二位先别急，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还不快说！这民间有个话本子叫狸猫换太子，不如……对呀，我们何不将计就计？娘亲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换妻，大婚之前去府外找些人手，大婚当日有些乱子实属正常。到那时，你就随着嬷嬷和那贱人互换花轿。夫人放心，此事老奴定安排妥当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你说皇家是要颜面，还是要真相？可那孟长英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，若是换轿，他怎么会察觉不到呢？娘，就算他功夫再好又如何？只不过是多下些猛药吧。这事儿交给你们了，还不快去办？是，娘亲果然好筹谋，我倒要看看大婚当日他是怎么被那阉人羞辱致死。义父，长英，为父最后问你一次，这桩婚事，你当真非结不可吗？婚育一下，皇命难违，我愿意不愿意，又有何区别？放屁！老子现在就进宫，这将军令不要也罢。义父，我不能让您也遭受这样的风险，我也不能让中古蒙城的真相永埋于地。更何况你明日还要出门嫔妃，兹事体大，儿女情长对女儿来说都是小事。女儿平生夙愿就是为父鸣冤，况且严贵妃突然急着联姻，您不觉得蹊跷吗？可这皇宫是龙潭虎穴啊，万一齐子松发现了你的意图，对你不利，你让为父如何对得起你生父的托付？那也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你呀你，行，为父就随了你的心愿。子松哥哥，对不起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可能是头冠太重，我有点头晕。那我们赶紧去前厅吧，快盖起来。吉时已到，赶紧送两位小姐出府。赶紧上轿，别耽误了吉时。长英不发理论，看来他们已经给长英下了药。狗混子，拿命来！啊！保护大皇子！你保护大皇子！少爷，哎呀，弑父得药姑娘，大婚之日擅自掀盖头，此乃大不吉利，咱们赶快上轿吧。殿下，刺客已经击毙，可惜没留下活口。大皇子，你受惊了。南大人，幸亏有你，快回府，别耽误了吉时。下去，下去。是，快起来吧，他们都走了。两位辛苦了。谢夫人。诸位知道道上规矩，这件事情务必给我烂在肚子里，日后也不必相见。夫人放心。洞房花烛之夜，夫人便是这样迎接夫君的。南世勋，怎么是你？提督大人真是好一招偷天换日，竟敢当众调换花轿，你可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？孟大小姐不妨想想，是谁更不想你嫁入太子府？我不过呀，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提督大人也和大皇子一样看重我在军中的虚名，
只可惜孟大小姐，就凭你能发现是我在暗中推波助澜，就说明你绝非是等闲之辈。嫁给其子宋，可惜了。所以提督大人是看上我这爪牙了，想收为己有，好去羞辱大皇子、大颜贵妃的脸。两者皆有。嫁给其子宋，你只会成为颜贵妃的牺牲品，至少在我这儿，你能活得像个人。此刻杀了他，我绝无生路，不如将计就计，与他联手，挖出更多陷害穆家的证据。提督大人好口才，我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现在还不能告诉云禾我的身份，平反一事艰难险阻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，绝不能让他参与进来。好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以后你就是我南府的人。长英，让你受惊了。待本皇子登临大宝之日，你就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长英莫怕，让本皇子好好看看你洞房花烛春宵苦短。就是你，孟瑶琼，贱人！孟长英呢？殿下，瑶儿才是孟府嫡女，孟长英那个扫把星怎能配得上殿下？妾身与殿下才是天作之合。闭嘴！天作之合！你这卑贱的毒妇，配在本皇子面前放肆！我掐死你！子宋，住手！母妃，你怎么来了？如今满京城都知道你大婚，若是皇子妃命丧新婚当夜，你觉得圣上还会把太子之位交给你吗？说，你这贱人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殿下饶命，小女仰慕殿下许久，迫不得已才会出此下策的呀。这贱人，果真是你！今日我就让你生不如死！皇儿，连母妃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母妃，儿臣不敢。先把他带下去。是。你以为孟瑶琼使的障眼法就能骗过西厂提督的眼吗？如今南石寻与孟长英搅在一起，恐怕事情就更不好办了。你先起来吧。如若真是南石寻主使此事，那不仅会毁了儿臣，也坏了母妃的大事啊！但是孟瑶琼着实让人恶心，儿臣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孟瑶琼虽是个废物，但她好歹也是孟府嫡女，留着她尚且有用。可是明日起，你便要与她做恩爱有加的样子，要让圣上看到你的仁德大度，不计前嫌，才会更属意你。儿臣明白。至于南石寻和孟长英敢坏本宫好事，本宫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来了。小姐，都怪我，刘嬷嬷带我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您已被坏嫁给了南石寻，要不然咱俩逃出去吧。以咱俩的功夫，他们指定拦不住咱们。你坐下，以后呢，要叫他姑爷。小姐，我呢，已经和南大人达成共识，一同查找证据，为我父伸冤，这才是大事。我个人的荣辱与此相比，不足为虑。小姐，如今换婚之事已经没了回转的余地。颜贵妃当初那样咄咄相逼，日后定会更加针对小姐和姑爷的。这些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刀尖舔血，步步惊心。明争暗斗我不怕，我只怕不能为父亲和皇后娘娘昭雪，还有紫金哥哥。随我出去走走吧。小姐，走啦，走。奇怪，这里的吃食怎么都是我喜欢的？小姐，这是谁的房间啊？看起来像个书房，是姑爷的吗？你先回去吧。还有这些花卉，除了父亲和紫金哥哥，没人会对我的喜好了解的这么透彻。可是父亲已经去世，紫金哥哥生死未卜，难道他……主子，你让我们盯的人出现在密道附近了。难道他暗中派人监视我？哎，原来夫人在这儿，圣上急召，我先去面圣。夫人自便。密道。
主子，那是我们盯了半月的穆家军旧部穆哲。跟上。穆哲，穆家军旧部。可是穆家军当年不是全部都死于神武军旗下，怎么会？是穆家军特有的标志？难道这密道还有别的出口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这个密道错综复杂，看来穆哲对此地极为熟悉，我们要小心应对，赶紧找。啊，还想跟踪我啊？太小瞧我们穆家军的实力了。是穆家军旧部。什么穆家军？我不知道，你认错人了，放开我！青狼令，这是只有穆家军亲卫才会有的。10年前北疆雪夜，所有穆家军全军覆没。为何你会出现在这里？拿来！你听我说，我没有恶意，穆将军是被害的。你既然还活着，就应该和我一同去寻找真相。你究竟是谁？我劝你少管闲事。只要青狼令还在，穆家军的魂就不会散。你真的忍心看穆帅含恨而死吗？青狼令，你知道青狼令背面是什么吗？是忠字。当年就是这个忠字害死了我们所有的弟兄。那就更应该去查呀！查？谁查谁死？你想当乱坟岗上的碎尸吗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这双眼睛，你是穆将军的。说，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不管你是谁，既然你找到了我，就准备死吧！小香气。主子，穆哲跑了，加派人手，必须把他找到。是。玉禾，你怎么样了？坏了，此边有毒。玉禾，玉禾。这般不省心，叫我如何是好啊？哥哥，我在。云禾，子清哥哥一直都在呢。小心，快走，快走！对不起，云禾，京城风云诡谲，我不能那么自私，将你拉入这场腥风血雨中。我只要你好好的，只求你平安。菊烟，本宫乏了。主子，属下暴露了。那人发现了暗机，追到了密道。那姑娘是个身手极好的穆家后人，还有个蒙面高手救了她。你这个废物！那孟长英常年在战场厮杀，岂能小觑？当年一时大意，让这小贱人在宫中逃脱。那蒙面人，你可看清路数了？他身法太快，好像是宫里秘传的无影身法，一招一式又有点穆家枪的影子，属下实在看不透。穆哲，本宫能让你从穆家叛将变成赌坊主人，自然也能让你变回乱葬岗的腐兽。那丫头可知道你当年提供通敌伪证的事？他不知。那就好。这几日你不要出宫了，暂且躲在我的宫内，本宫这里最安全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此人不必再留，
尽快处理掉。是，命人打乱各处密道出入口，看来西街的赌坊也保不住了。我这个儿子呀，也是不中用了，交给他这么点事，他还给本宫搞砸了。哼，还好本宫留了一手。大皇子不过是娘娘用来迷惑西厂那些阉狗的烟雾弹吧，娘娘不必忧心。这没用的棋子也该弃了。西厂不是想要大鱼吗？那就把最金贵的那条鱼送给他们。是，卑职即刻去办。夫人醒了，感觉可好？伤口还疼吗？啊，药好了，夫人趁热喝了吧。那是血。妻子情。刚才你叫我什么？妻子情。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当年说好回来找我，我等了那么久，等到孟父要把我嫁出去了，等到我差点以为你死了，却在我身边演了这么久的戏，看我像傻子一样在那儿猜来猜去。对不起，北疆的雪，10年前的约定，我每一天都记得。当年我被乔总管带走，历经九死一生，才做到今天的位置。我如今这副模样，如何还能以妻子清的身份去见你？我连自己都保不住，怎么敢认你？我不许你这样说，在我心里，妻子情愿是那个和允和一起成长，可以共同面对生死，是能携手共度一生的至亲至爱之人。此心矢志不渝，以前如此，现在依然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你，但是我不能去找你。你沙场征战，成为了和穆将军一样的大英雄。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的为你骄傲，而我只能在庙堂之上，蝇营狗苟地算计着，寻找一切的蛛丝马迹。我要为母后和穆将军平冤昭雪，更为了能够和你一起携手，正大光明地站在阳光下。子欣哥哥，这些年来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现在才明白，像我这样不精于算计的人，是如何在每次困难的时候化险为夷。是你一直在我的身后，为我扫清一切障碍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云禾，有你在，这些苦难就不算什么。先把药喝了，云禾。眼下我们正在追查赌坊，就跳出了个穆家军旧部，他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突破口。可惜眼下他失踪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还有那个密道的出口到底在哪儿？云禾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已派人暗中追踪，顺藤摸瓜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揪出当年构陷穆家军的真正主谋和北疆叛乱的余孽。结果呢？线断了。那暗门通往的密道四通八达，西厂的人追进去没多久，就彻底失去了线索。我怀疑，在京城的下面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庞大暗道网。暗道，标记。子敬哥哥，你还记得赌坊通道的墙壁上那些不起眼的三角符号？记得，好像是他们内部的某种标记。那不是普通的标记，我记得。那是穆家军内部传递信息的特殊暗号，
只有核心将领和亲兵才知道其中含义。就像是这样，像这样，将3个不同的三角先后排序成这样，它们最终的含义是东南3丈拐角。你是说，那人极有可能按照这个标记藏匿，或者是留下线索？极有可能。此时赌坊已被查封，但西厂的人未必识得此标记。想知道更进一步的含义，我们需要回到孟府。回到孟府，父亲那儿有标记图谱的秘册，可以确认具体位置。你是说穆家军的暗记重现了？女儿怀疑，当初叛逃的旧部，如今就在京城里。等着。拿着，穆家这滩浑水，为父随时可以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一定会亲手将仇人抓出来。来人，备马。是。找到了，第3个拐角右下。穆哲，还有一块去调查。哎呀！此处已经临近禁风山，越过禁风山再有几10里便是北赵边境。这个密道变化万千，盘根错节，竟然还牵连着上京和边境，绝不仅仅是为了敛财这么简单，肯定还有更大的图谋。主子，属下在密道中发现穆哲，此刻已经奄奄一息了，现在送去医治了。走，我们快回去。孟大人的女儿好本事，凭几个暗记，将本宫多年部署的赌坊暗桩毁得一干二净。娘娘多虑，几个暗记而已。无妨，让他们查吧。本宫早已做好了防范，只是孟大人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藏匿叛贼后人，甚至教他战场厮杀，手握兵权，还与本宫为敌。娘娘，臣绝无二计，只是当年穆将军曾经救过属下一命，属下只想知恩图报。哼，知恩图报，换亲一事，本宫可是救了你的亲生女儿一命，还让她成了皇子妃，你该如何报答本宫呢？若是孟长英知道他敬之爱之的养父竟是害死他父亲的仇人之一，甚至当年还是你在其中推波助澜，放走了当年陷害穆恒和安怡的旧部，他该如何看您？娘娘想如何？本宫筹谋多年，才能将上京所有地下产业收归己用，用这些银钱拿捏各处官员。本宫要孟长英和南时巡的追查到此为止。臣无能为力。孟良德，你在西楚庄忠臣还装上瘾了？别忘了，你和本宫一样，都来自北赵国，流着北赵的血。如何？有办法了吗？南时巡在黑风山上将被掳的老百姓救回后，圣上下发了一批抚恤银，我们可以制造一起更大的案件，让他们无暇顾及此事。你的意思是能让朝廷的抚恤银消失？若南时巡奉命追查，我们便可以做局，要么他查不出来，便以失职之罪处死，要么让他查出的真凶就是我们要除掉的人。孟大人果然深谋远虑，不过本宫要的不仅是南时巡的命，更要整个西楚。如今大皇子已是废弃，就用他来搅乱西楚朝局。本宫要这天下是我儿北赵王的天下。长英，是为父对不起你。
伤劫肺腑，失血过多，若非他本身功力深厚，用内力强行护住心脉，根本不可能撑到现在。可有回天之法？难，老夫只能尽力而为。以金针刺激穴位，或许能让他清醒片刻，但之后再怎么样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请您尽力，哪怕只有片刻，也对我们至关重要。就是现在，有话快问。穆哲，看着我，我是永和，我是穆帅的女儿。当年北疆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父兄和皇后到底是谁陷害的？小姐，穆帅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小心宫内有鬼。我只是其次。宫内有鬼？是谁？他怎么回事？他还活着，他何时能再醒来，还是未知数。宫里有鬼，都是棋子。这盘棋究竟有多大？我们是不是也成了操盘手的棋子？子清，我总觉得不安。这一切是不是太顺利了？是有些太顺利了。最近西城收到不少线索，都指向大皇子。大皇子，我父亲蒙冤之时，大皇子与我们年岁相仿，不可能是他。不错，现在不像是我们找到了线索，更像是线索自己主动送到了我们面前，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啊！你是说，这幕后之人知道我们在调查线索，故意将线索透露给我们？我怀疑幕后之人还有更深的打算。主子，宫里传来消息，抚恤营昨日被劫，圣上命令追查，若3日内查不到，就提头来见。看，下一步棋来了。圣上怎么能如此草菅人命？莫说3日，就算是7日，也不可能这样痛下杀手。除非有人推波助澜。最近宫里可有什么变动？是杨贵妃举荐了主子抚恤营被劫的案子，还立下了军令状，美名其曰以儆效尤。莫不是因为换亲一事，他怀恨在心，好一招借刀杀人？子清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不急，严锦兰如此迫不及待，想必她比我们还要着急。带我先去会一会她。南大人到！南大人，本宫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娘娘将如此重任交给下官，下官岂有不来谢恩之理？换亲一事之后，子宋在朝堂上多次弹劾于大人，这口气，南大人可咽得下？娘娘的意思是，父母之爱子，必为之计深远。如今子宋被身边的奸佞扰乱心智，本宫要你将他牵扯进抚恤营的案子里，好好肃清一下他身边的异鬼。娘娘好算计，不过若臣查出抚恤营的案子牵扯另有其人呢？那就要看南大人是要那锦绣前程，还是满门白骨？好一个严锦兰，竟敢明目张胆威胁本都！他越是着急，就越是说明这次行动有问题。我记得官营都有户部的印记，若他们想要让抚恤营消失的无影无踪，除非熔炼重铸。萧世辉，若他们熔炼重铸，必定会用到萧世辉去除官印。冬青，去查，最近什么地方有大量购买过萧世辉？是。主子，查到了城东的最新5房，昨天突然购入大量的萧世辉，但掌柜的只说是东家吩咐，不知用途。此时有人用马车将这批萧世辉运出城，去向不明。昨日突然购入，时间倒对得上，
但是严贵妃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吗？她自然是不会，但如果是栽赃给大皇子，这些破绽就是特意留给我们的。那我们还查吗？查。既然他想要查到大皇子头上，那我们就顺他的意。至于那个人会不会供出他来，就要看我们西厂的本事了。要杀要剐随你们，反正一切都是大皇子指使的，老子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么快就把大皇子供出来了？西厂的刑具还没亮相，你倒是在本都面前先演起来了。本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说实话，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老子说了，大皇子就是大皇子，不相信你就杀了我！大皇子，这可是从你们那儿一并搜查来的。京城贵族罪恶深心，只有北赵人最爱活鱼剖心而食。你放屁！老子祖籍幽州，幽州怎会有燕山口音？你方才那句分明是北赵官话，说你们是不是北赵的奸细？和严皇妃是什么关系？我是北赵奸细又怎么样？我们北赵人你是杀不死的，不管是你还是你父亲，都灭不了北赵。父亲？你怎么知道我父亲？当年诬陷我父亲的人是谁？当年的事你到底还知道多少？那严景来是不是才是当年通敌叛国的祸首？快说！常颖，他在激你，会打草惊蛇。想你倒是聪明，你什么都别想查到，为了北赵王。又晚了一步，他嘴里藏了毒囊，线索又断了。这些北赵的杂碎，去看看穆哲怎么样？是。这枚印记好像见过。这口气，南大人可咽得下？是他。是谁？严锦兰，他怎么会有北赵印记的戒指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穆哲醒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，从穆哲口中能得知什么真相。宫里有鬼，是他，都是他。穆哲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宫里的鬼是不是严锦兰？当年北疆的事，是不是他陷害我父帅的？不能说，他会杀人，他会杀光所有人。穆哲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？我是安仪皇后的儿子，是西楚的太子。你再看看他，他是穆帅唯一的血脉。我们的血亲全部战死沙场，你以为你沉默就可以赎罪了吗？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逃得了干系吗？穆哲，你可还记得我父帅曾说过，穆家军的人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那些兄弟死后都背负着叛贼的罪名，死不瞑目。你觉得你死后见到他们不会活剥了你吗？本宫要你伪造穆恒和安仪叛变通敌、秽乱军营的证据，否则本宫会让你6岁的女儿生不如死。我对不起穆帅，我对不起皇后娘娘，对不起兄弟们呀！说，构陷穆帅和皇后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就是他，那个毒妇锦兰。当年严锦兰逼我指认穆帅和皇后娘娘同敌，否则就杀我妻儿。我糊涂啊，我没得选。后来严锦兰把伪造的密信交给大皇子，把那个蠢货当道士，地下毒方，表面是大皇子的，
实际上是他在控制。利于亲自渗透西楚产业，勾陷我父帅和皇后严锦兰，这人好深的心机。难怪他能在后宫乃至朝堂呼风唤雨，原来早有这庞大的暗中势力网支撑着他。等等，长英，你可还记得严锦兰是何时入宫？皇后娘娘去世前3年。等等，不过3年时间，她不可能有这么多势力。他自称自己是锦州人，但锦州口音自带水乡软调，可他的官话太过标准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锦州人，难道是？怪不得他要拿大皇子当刀使，怪不得所有北赵人都为他所用。如果严锦兰也是北赵人，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大皇子只是他的傀儡，所以他要的不只是权力，他要的是西楚的江山。不可能！我明明只是被迫诬陷母帅，怎么会我就变成了叛国贼？我穆城就成了叛国贼！穆哲，快传御医，务必吊住他的命。是。严锦兰还没有被揭发，他还不能死。如今我们虽然有了旧部的口供，但想要揭发严锦兰，还需要关键的证据。还缺严锦兰与北赵往来的密信、铁证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明日我要亲自入宫，去会一会这位贤德淑良的贵妃。参见贵妃娘娘。南大人怎么得空到本宫这儿来逛逛？这抚恤银的案子可只剩最后一天了。托娘娘的福，本都已经准备将大皇子以及皇子府幕僚捉拿归案了。不过今日前来，不是为了案子，而是想替长英请教娘娘一件事。好，你们何事想问本宫？但说无妨。听闻娘娘祖籍位于江南水乡，尤其擅长烹饪地道家乡风味，以冬日初雪配新鲜蟹粉，豆腐制羹鲜美无比。长英特托臣来请教，不知这蟹粉羹是用河蟹还是海蟹？江南水网密布，河蟹鲜美，自然是河蟹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贵妃娘娘，臣这就回去告知长英。先行告退。南大人慢走。他知道了，他们一定都知道了。去处理掉所有可能的人证物证，把本宫房中的那些信件全烧了。还有当年负责选秀的那些嬷嬷。可是当年的那些嬷嬷现在都分散在各宫，那就让他们突发恶疾。记住，要做得干净，万不能让南时巡找到把柄。是。试探的如何？果然露出了马脚。锦州临海世代食海蟹，而他却说用河蟹。严锦兰连自己家乡的物产都不知道，看来这江南闺秀的身份，户籍上定有破绽。我托父亲着人前去锦州，寻找当年掌管户籍的官员。若他是冒名顶替，户籍上定有破绽。看来他寝宫里一定还藏着更多证据。明日我去探他一探。不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如果他引起怀疑了，明日是先帝明旦，后妃都得去皇嗣七府，宫内空虚是最好的时机。难道严锦兰有所察觉？信件都被处理了？
果然证据都被销毁了。原来如此，是北赵皇室密函专用的金粉。严锦兰，你百密一疏。什么人？快出来！参见贵妃娘娘。南时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本宫的寝殿！本宫要将你……快扶娘娘休息。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，随我面圣治罪。你们下去吧。南时寻，敢跟本宫作对，你还嫩了点儿。长英啊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让我查的事呢，我已经有眉目了。我查到了，他当年入宫时，确实是顶替了江南秀女的身份。父亲在朝中人脉甚广，恳请义父将当年掌管户籍的官员请回京作证。不必这么麻烦，来坐。户部那奸猾的老头可不会由着底下的人吃独食。我已经去户部拿到了严贵妃的籍契和录印文书，这些都被做过手脚。父亲，此事之后，朝中必会引起风波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放心，为父自有分寸。不好了，姑爷探查严贵妃寝殿，被当场抓获，眼下已被押解至金銮殿了。什么？义父，我先告辞了。走。皇上，娘娘惊吓过度，到现在还在发抖，求皇上为娘娘做主。南时寻，你放肆！朕给你查案的权利，不是让你擅闯后宫。容禀皇上，朕闭嘴！朕给你3天时间查抚恤银的案子，你倒好啊，查到贵妃的寝宫去了。圣上明鉴，这是在严皇贵妃的寝宫桌案上发现的金粉，它可以证明，近日劫掠抚恤银、熔炼私银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当年构陷穆恒大将军以及安仪皇后的真凶严皇贵妃。南清可知这构陷贵妃是何等的大罪？那构陷穆将军和皇后娘娘呢？证据呢？就凭这些金粉吗？南时寻，你真当朕是昏君？圣上有所不知，这金粉是北赵国皇室专用的，严贵妃为何会拥有？圣上不觉得可疑吗？够了！来人，将这木屋郡上的狂徒给我押入诏狱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探望。是。圣上，你可以不相信这些金粉，但是长英已经去调查严锦兰的户籍信息了，过不了多久就会真相大白。一派胡言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！先帝金牌在此，速去通传孟长英求见。石枪不能进殿，速去通知西厂的人去把户部尚书接来。是。陛下，孟长英持先帝御赐的金牌，在殿门外紧急求见，说是有10万火急的情报。宣孟长英觐见。陛下，臣妇可以证明严贵妃是劫掠抚恤银、构陷忠臣的真凶。臣女孟长英参见陛下。臣女有证据可以证明，严锦兰当年是冒充江南秀女，她根本就不是西楚人，而是北赵的奸细。莫要信口雌黄，圣上，我们家娘娘自小倾慕于您，对您忠心耿耿，怎会是这贱人口中的细作？这定是有人蓄意陷害，铁证在此，岂容狡辩？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传户部尚书前来对质。西厂的人已经将其拿下，现在就在殿外候着。放肆！你们这些人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还有没有朕这个皇上？
区区西厂也敢劫持朕的户部尚书？圣上，臣等只想查明真相，还忠良一个清白。若严锦兰当真无辜，臣愿意以死谢罪。圣上，万不可信奸人所言呐！我们娘娘是清白的。除了南清和孟清，你们都退下吧。你们都起来吧。子清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臣听不懂圣上在说什么。臣是西厂提督南师巡，也只是南师巡。子清，你骗得过所有人，却骗不了朕啊！你这双眼睛像极了你娘。当年朕在乔松身边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朕就知道你是安姨的孩子。子清，原来您一直都记得自己还有个儿子还活着，像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在西厂挣扎求生，记得自己的正妻是被污蔑含恨而死。您全都知道，却依然纵容北赵那个细作，混淆皇室血脉，坐稳贵妃之位，权倾朝野。放肆！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？她是朕的爱妃，朕最疼爱的女人。可怜母后到死还信任着你。子清，若你活着，记住，你父皇也曾是个明君。陛下，你深爱的女人是北赵的奸细，是图谋西楚和谋你性命的恶鬼。求陛下下诏，赦免穆恒将军和安宜皇后平反昭雪，以谋逆叛国、残害忠良之罪，将严氏明正典刑。圣上，不好了，严贵妃她逃出宫了。什么？果然如此。逃了？什么叫逃了？后宫防守森严，她如何能逃？卑职在严贵妃的寝殿的床幔处发现了一个暗门直通密道，速速去追！是。此密道四通八达，我与长英已研究多日，我们有80%的把握能捉拿叛贼，望圣上恩准。速去！遵命。严青兰，这么多年，你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修暗道，其心可诛！你追严锦兰，这里交给我。你们别想逃！孟长英，你竟能追到这里，是本宫小瞧你了。严贵妃好谋划，谁能想到后宫竟能通向城中各处，密道遍布。当年军机密钥就是从这密道中传至北赵的吧？你们竟然能找到赌方，想必很快就能找到老鼠道。只不过想抓我，还早得很。哼，北赵奸细还不束手就擒！义父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何要帮北赵奸细逃跑？你为什么要背叛西楚国？从奉北赵王之命安插入西楚的那一天起，我的命，我的路，都由不得我自己选。你是北赵人，所以当年父亲和皇后娘娘被诬通敌，也有你的手笔。严锦兰，你往哪里跑？敢拦本宫，就凭你们！这一枪为穆恒将军，这一剑为安宜皇后。你们杀了本宫又如何？北赵铁骑已至边关，西楚
迟早要亡。边关自有将士镇压，而你永远看不到了。回城。主子，不好了！大皇子挟持了陛下，大皇子反了！妻子宋，他竟敢趁乱谋反！殿下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这终于找到了！这终于找到传国玉玺了！妻子宋，孟长英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的夫君才是这天命所归的皇帝。乱臣贼子，见了未来的帝后还不跪下？孟瑶九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父皇早已下诏传位。胡说！我就要让你们看清楚，这便是朕的登基诏书。从今日起，朕就是传位。就凭你这身份不详、勾结奸人的逆贼，妻子宋，你连给你父皇提鞋都不配，更别说碰着江山了。妻子宋，放下玉玺，回头是岸，否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我呸！南世勋，你不过是个阉党头子，凭什么要处处压我一头？还有你，孟长英，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你不肯乖乖嫁与我，我怎会舍弃于我？我怎会落得如此境地？今日我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！来人，杀了他们！呀！都别过来！孟长英，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你妹妹！妻子宋，你这人真的毫无底线！拿女人当挡箭牌，妻子宋，你果真是废物！闭嘴！严世勋，你不过是个阉人，你也配说我？南世勋，他是朕的长子，戚子清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父皇，孟瑶九，坚持住！别怕！紫太医病好。原来我早来只是别人的妻子，我不想人命。逆贼妻子宋，勾结北赵奸细，弑君逼宫，7罪可诛！给我押入诏狱！走。父皇，母后，韩姨，是你们来接朕了吗？朕终于在黄泉路上给你们赔罪了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戚子清经恢复其皇长子身份及名讳，子清人小聪慧，才得。孟小将军，朕的皇后，可还记得我们少年时的约定？马踏嫣然，剑指贺兰，如今该兑现了。走，随朕开此新朝。驾！驾！